家里的第4台费用，您是不是还在乖乖每个月缴500多块呢？哎呦，那您可能真的亏大了。我今天要跟您曝光的，可是内行人才懂的隐藏方案。只要您符合某一个条件，这个月费直接就能砍半，甚至1毛钱都不用缴哦。各位银铃智囊的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阿英。今天阿英可要掏出压箱底的干货，来帮咱们长辈们守住荷包，把不该花的钱统统省下来。请您仔细想想，您家客厅那个电视是不是装着有线电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第4台？每个月的账单一来，是不是稳稳的就是500、600块跑不掉？如果我悄悄告诉您，您对门的邻居、楼下的老陈，他们可能每个月只缴200块，或者干脆不用钱就能看电视，您心里会不会一惊，觉得这怎么可能？不会是骗人的吧？阿英在这里用名誉跟您保证，这绝对不是诈骗，也不是天上掉馅饼，这是实实在在的。业者和政府都有规定，却从来不会大声告诉您的隐藏权益。第4台业者最怕您知道这些事，因为一旦您搞清楚了，他们每年可能就要少赚您好几千块钱。在这个什么都在涨价的年头，咱们的退休金可是1分1毫都不能浪费，能省下来的，那就是实实在在赚到的。今天这期内容，阿英就要手把手教您怎么把第4台的费用从根上砍一半，甚至让它归零，把那些白白流出去的钱重新放回咱们自己的口袋里。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银铃智囊，记得给阿英按个赞，点个订阅，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能让咱们生活更轻松、荷包更饱满的宝贵资讯。首先呢，咱们得来盘盘底，看看究竟是谁有这么好的福气，可以完全不用花钱看电视。说实话，很多长辈缴这个钱缴了一辈子，都当成跟水电煤气一样的固定开支了，从来没想到过这里面还有政策优惠。其实政府早就立了法，要保障一些生活比较辛苦的族群，让他们至少能安心看电视，接收资讯。根据那个有线广播电视法，还有各个县市自己的公告，通常有2类人是可以享受到全免或者半价优惠的。您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符合条件。这第一类呢，就是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这个优惠几乎是全台湾通用的。只要您家里有县政府、市政府核发的那种低收入户证明，您去申请，家里的第4台安装费和每个月的收视费，依法就是完全免费的。如果您是中低收入户，那在很多县市也至少能打个对折，享受半价优惠。您想想，这笔钱政府其实已经帮咱们谈好了，是咱们应得的权益。如果咱们自己不知道，还傻傻的按月去缴全额，业者那边可是绝对不会主动开口说阿姨，您不用缴钱的，那咱们不就亏大了吗？这第2类可以享受优惠的，是家里有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被认定为特殊境遇的家庭，像台北、新北、高雄、台中这些大都会，规定都很明确，只要户口名簿里面有领身心障碍手册的家人，或者您家庭的情况符合政府认定的特殊境遇，拿着相关的证明文件去有线电视公司申请，通常月费马上就能减半。也就是说，原本500块一下子变成250块，一年下来就是3000块，购买不少营养品了。除了上面这2类，阿英还要偷偷告诉您一个很少人知道的隐藏福利，那就是针对65岁以上一个人住的独居长辈。有些县市的社会局为了照顾独居老人，怕他们在家孤单，资讯不畅通，会有特别的补助方案。甚至有些地方的有线电视业者为了做口碑，
回馈乡里，也会主动给独居的长辈提供优惠价格。这个虽然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但阿英强烈建议您，只要您符合上面说的任何一种身份，不管是低收入、身心障碍，还是一个人住，明天就干脆一点，把身份证还有那些证明文件准备好，直接去您家第4台的营业柜台，或者打个电话去问，您就这么说：小姐你好，我这里有这个证明，想问问看我们家申请第4台有没有什么补助可以办。您就问这么一句，又不花钱也不丢脸，但这一句话问出去，搞不好每年就能帮您省下足足6000块钱。这通电话难道不值得打吗？听到这里，可能很多老朋友要叹气了。阿英啊，你说的这些都很好，可是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家庭，既不是低收入户，家里也没有身障的家人，更不是独居老人，难道我们就活该每个月缴这500多块吗？别急别急，阿英既然开了这个口，要帮大家省钱，怎么可能只准备一招呢？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业者最不想让您知道，但也是一般老百姓最容易争取到的权益，那就是咱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就是 NCC 明文规定的分组付费基本频道方案。大家回忆一下，当初第4台业务员来家里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就拿着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月缴500元，100多台看到饱？他们通常只强力推销这个最贵的套餐，让您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这一种选择。根据相关规定，所有有线电视服务提供商都必须为用户提供一个基础收视套餐，该套餐每月资费约为200元。这个200块的方案能看什么呢？它里面包含的大多是法定必载频道，比如台视、中视、华视这3台，再加上民视、公视、原民台、客家台，还有国会频道等等，加起来大概20到30个频道。我知道您一听可能就觉得啊，才20几个台，那怎么够看？阿英请您先别急着否定，咱们静下心来，好好问问自己，您每天拿着遥控器从第1台转到第100台，来回转了好几圈，是不是最后真正停下来看的老是那几个新闻台，或者晚上就是固定看老3台的8点档连续剧？既然咱们真实的收视习惯其实就集中在那么几个频道上，那为什么我们每个月要多花300块钱去供养那些我们从来不看甚至不知道存在的卡通频道、宗教频道、购物台，还有那些永远在重播老电影的洋片台呢？您算算这笔账，从500块降到200块，一个月立马省下300块，一年就是3600元。这3600元，咱们拿去买更好的菜，买真正需要的保健食品，或者等到过年的时候，给孙子包一个更厚的红包，那多实在，多开心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笔钱白白地一声不吭地送给第4台业者呢？不过阿英也得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这个200元方案是业者利润最薄，也最不想让客户办理的。所以当您打电话去客服说要改成这个方案的时候，肯定会遇到阻力，这时候就需要一点点谈判的小技巧。咱们长辈通常脸皮薄，心又软，客服小姐在电话那头一说那个方案频道很少啦，不划算啦，咱们可能就不好意思再坚持了。阿英教您该怎么说，当您打去客服就说，小姐你好，我想把我们家的费率改成那个200元的基本频道方案。客服80%会回答您，阿姨伯伯，那个方案只有20几台哦，没有电影台，连您常看的 XX 新闻台可能也没有，因为他们常把热门新闻台放在贵的套餐里，真的很少人办这个爷，对您来说很不划算哦。这时候您的态度一定要温和，但立场要坚定，千万不要被不划算这3个字吓到。对咱们来说，缴了钱却没再看，那才叫真正的不划算。您可以这样回答他，
没关系啦，小姐，我们老人家眼睛也花了，看不了那么多台，平常也就是看看无线台的新闻，知道一下国家大事就好了。你就帮我改成那个200元的方案，谢谢你啊。如果客服还在那边支支吾吾，甚至说改方案要收设定费300块哦，这种话来吓唬您，这时候您就可以使出最关键的一招了。您就用很平静、很无奈的语气说，哎呀，如果这么麻烦不能改的话，那我能不能直接申请退租啊？我听说现在 MOD 好像也不错，或者我儿子说用网络看电视也可以。您要知道，退租这2个字几乎是所有客服人员的紧箍咒，因为他们每流失一个客户都是公司的损失，也会影响他的业绩。通常一听到您想退租，他的态度马上就会软化下来。为了把您这个客户留下来，就算他最终没有给您办成200元方案，极少数地区可能真的没有，他也往往会抛出一个老客户专属的隐藏折扣。比如他会说，阿姨，您也是我们多年的老客户了，不然这样，我特别帮您申请一个老客户优惠，您原来的频道都保持不变，但我帮您把月费降到每个月350元或者400元。您看这样好不好？又或者是，那我送您3个月免费收视，当做回馈好吗？您看，不管是成功降到200元，还是拿到一个老客户折扣，只要比您原本的500多块便宜，那咱们就是赚到了。所以，这一通电话真的不要怕麻烦，为了自己的退休金一定要打。除了跟业者谈判周旋，其实啊，现在还有一个更彻底、更省钱的思路，那就是咱们干脆不要装第4台了。如果您觉得每个月200块还是不想出，或者您仔细一想，发现自己其实1个礼拜也开不了几次电视，那现在真的有非常多0元的替代方案，效果一样好。第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去装一个数位无线电视机上盒。这名字听起来很科技，其实简单的不得了。您只要去电器行或者上网花个几百块钱，买一个数位天线，样子就像个薄薄的塑料片或者小鱼骨，回家把它接到电视后面的天线孔，再把电视调到数位频道搜索一下。只要您家收讯不是特别差，比如住在很深的山里，马上就能终身免费收看20多台无线电视节目。这里面就包括了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公视这些您常看的主流频道，而且画质还是高清晰度的，比有些老旧的第4台信号还清楚，不用月租费，不用签合约，一次安装，看到老。对于只爱看新闻和8点档的长辈来说，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划算的选择，没有之一。第二个替代方案就是好好利用您家里可能已经有的智慧电视或者电视盒。现在很多孝顺的儿女都会给爸妈买能联网的智慧电视，或者帮您在电视上接一个小米盒子、安博盒子这类的东西。您知道吗？光是那个免费的 YouTube 里面就有挖不完的宝藏，几乎所有的台湾新闻台，像东森、TVBS、中天、三立、年代，全都有24小时不间断的免费直播。您只要让儿女教您一次，怎么在 YouTube 里找到这些直播频道，以后您想看哪一台新闻，随时点进去就能看，1毛钱都不用花。除此之外，现在还有像立 TV、4GTV 这些合法的免费影视 APP， 里面也有专门的免费频道区，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多得看不完，内容丰富程度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第4台那些重复播放的频道。您想想，如果把第4台彻底退掉，1年直接省下6000块。用这6000块可以把家里的网络升到光世代，上网速度飞快，或者老两口报个旅行团，出去走走看看，再不济多吃几顿好料，买几件舒服的衣服，这生活品质不是反而提升了吗？难道这样不香吗？
说到这里，阿英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很多长辈都会不小心掉进去的陷阱，那就是第4台绑网络的促销方案。业务员上门时常常说的天花乱坠，阿姨，您看，您单独办网络1个月要多少钱？单独办第4台又要多少钱？现在2个绑在一起办，我给您一个超级优惠价，只要叉叉叉元，听起来好像捡了个大便宜，但这种合约一签往往就是2年、3年，而且这种绑在一起的网络品质有时候不太稳定，可能比不上中华电信。最要命的是，一旦您签了这种合约，过一阵子您不想看的4台了，想退掉那可不行，因为它是绑在一起的，您退第4台就等于整个合约违约，可能连网络都会被断掉，甚至还要付出一笔高额的违约金，这不就像是被绑架了一样，动弹不得吗？所以阿英真心建议，除非您100%确定您离不开第4台，否则网络归网络，电视归电视，分开来申请，这样咱们才能保有最大的弹性，随时可以给电视换个更便宜的方案，或者干脆退掉，而不会影响到家里最重要的上网功能。另外，关于怎么缴这笔钱，其实也有省钱的小门道。很多长辈习惯拿着纸本账单跑到便利商店去缴，或者等业务员按月来收现金。其实啊，现在很多银行信用卡或者像接口支付、Line Pay 这类的行动支付，针对有线电视费这种公用事业费用，常常有 1% 到 3% 的现金回馈，或者和超商合作有缴费优惠。虽然每笔省下的只是10几20块的小钱，但1年累积下来也是一顿不错的早餐钱。如果您本来就要缴这笔钱，为什么不换个有回馈的方式缴呢？您可以请儿女帮忙，设定信用卡自动扣款，或者教您用手机支付，这样既不怕忘记缴费导致信号被断，又能赚点小小的回馈金，积少成多，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点是关于家里有多台电视的费用。以前第4台还是模拟信号的时候，一户缴一份钱，家里客厅、房间的电视拉个线就都能看。但现在全面数位化之后，每一台电视都需要配一个机上盒。业者通常规定，第1个、第2个机上盒是免费的，但从第3台开始，可能就要收押金，甚至每个月还要加收50块、100块的额外收视费。如果家里就老2口，或者子女不常回来住，其实真的没必要每个房间都装上，可以把客房、书房这些几乎不用的电视的机上盒退还给业者，只留客厅和主卧室的就好。甚至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这些不常用的房间电视上接一个几百块的数位天线，看免费的无线台，这样又能省下一笔设备租金或月租费。除了这些直接关系到荷包的技巧，阿英还想跟各位老朋友多聊几句。这些事不仅关乎省钱，更关乎咱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第一个就是关于电视购物的诱惑。很多长辈习惯整天开着电视当背景音，遥控器转着转着就停在了购物频道。那些主持人个个口才了得，情绪饱满，把那个锅子说的能煮出神仙菜，把那些保健食品说的能返老还童，而且限时抢购，打电话进去还有额外礼物。很多长辈一不小心电话就拿起来了，几千几万块钱就这样刷了下去。结果买回来的高压锅可能1年用不到3次，买回来的鱼油、钙片多到过期都吃不完。其实您想想，如果您把第4台退掉，或者换成了只有新闻台的基本方案，您就自然而然地远离了购物频道的轰炸。这对于容易心软或者有点喜欢囤货的长辈来说，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被动省钱法。光是少买那些用不着的东西，1年省下的钱可能都超过第4台1整年的月租费了。
第二个是关于资讯焦虑。现在的新闻台为了吸引大家一直看，常常把一个不大的社会事件配上惊悚的音乐和标题，24小时来回不停地播放。咱们长辈心地善良，关心社会，但整天沉浸在这样重复夸张的负面资讯里，心情很容易跟着七上八下，变得焦虑、紧张，甚至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如果我们改用数位天线，只看主要的新闻，或者只在想了解时事的时候，才用网络打开新闻直播看一下，看完就关掉，这样我们就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多出来的时间，去公园散散步，跟邻居聊聊天，去菜市场感受一下热闹的人间烟火气，这对咱们的身心健康绝对是更好的选择。还有，阿英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那就是合约到期日。很多长辈当初办的时候，可能签了办2年送2个月之类的合约，但合约快到期的时候，业者往往会自动帮您用原价续约，而且不会特意通知您。所以，请您现在就把最近一期的第4台账单拿出来，仔细找找看。上面通常会有一行小字写着合约到期日，如果发现快到期了，那恭喜您，这可是一个绝佳的谈判黄金时机，因为这时候您没有合约在身，想退租就退租，想转去别家就转去别家，完全没有违约金的压力。您可以主动打电话给客服，理直气壮地说：小姐，我家的合约是不是快到期了？我听说隔壁 XX 有线电视有更便宜的方案哦，如果你们这边没有更好的优惠，我合约一到可能就要转过去了哦。这个时候，为了留住您，他们能给到的折扣往往是最有诚意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实用但容易被遗忘的权益，叫做暂停收视。咱们有些长辈是候鸟族，冬天可能到南部比较暖和的子女家住几个月，夏天可能去国外避暑探亲，这期间家里没人，但第4台的费用却还在按月扣，想想是不是很冤枉？其实啊，依照规定，您可以向业者申请暂停收视，办个简单的手续，让他们把您家的信号暂时切断，暂停期间就不用缴月费，等您回家了再申请复机开通就行。这对于经常需要长期外出的长辈来说，能省下不少钱。不过要注意，申请复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笔100-200块的手续费，您可以先算算暂停的时间长短，看划不划算。最后，阿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咱们辛苦一辈子，每一分钱都要花在真正需要、喜欢的地方。勤俭节约是为了让有限退休金发挥最大价值，而不是苛待自己。有线电视费并非必须支出，而是一个选择。别因资讯不对等而多付钱，或怕麻烦默默忍受。学会精明省钱，传递的是我自主、我不当冤大头的生活态度。即便经济宽裕，也不该为不需要的服务付费。您说对吗？阿英很好奇，您家的第4台现在每月缴多少？是稳定500、600元，还是已经成功降费了？您所在的县市是否有特别优惠？欢迎在评论区与银铃智囊的家人们分享，一起互通有无，变得更精明。也请您将今天的方法转发给儿女、媳妇、女婿，请他们花10分钟帮您致电客服询问。有时长辈讲人情不好意思开口，年轻人沟通往往更直接有效。想想看，一通电话就能省下好几千，这投资报酬率可比任何理财都高。我是银铃智囊的阿英，真心希望每位老朋友都能看得开心，活得省心，把荷包守得紧紧的。咱们下期再见。